你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。陆景飞那句话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咒语，在沈燕的耳边，在那个混乱的夜晚之后反复回响。那晚之后，陆景飞没有再步步紧逼，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只是偶尔发邮件、公事公办的合作搭档。但沈燕知道，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。那道他一直以为无法逾越的鸿沟，似乎在那个夜晚被陆景飞用一种蛮横而不讲理的方式强行填平了。他开始失眠，闭上眼就是陆景飞那双深邃的仿佛能将人吸进去的眼睛，和他指尖擦过自己眼角时那滚烫的温度。他感到恐慌，他害怕这种失控的感觉，害怕自己会沉溺于那份不该属于他的温柔里。陆景飞对他而言就像一种致命的毒品，他明知危险却又忍不住想要靠近。为了逃离这种感觉，他开始疯狂地接各种各样的活儿。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工作和学习填满，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可以胡思乱想的空隙。他想用身体的疲惫来麻痹内心的悸动。时间悄然进入了深冬， A 市迎来了10年不遇的一场大雪。一夜之间，整个城市都被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，天地间一片洁白。就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平安夜，沈燕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小韩的病情出现了反复，高烧不退，情况危急。沈燕放下电话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。她抓起外套就往外冲，甚至忘了带钱包和手机。当她冲进茫茫大雪中时，才发现因为暴雪，城市的交通已经完全瘫痪，根本打不到车。她站在路边，看着被大雪覆盖的空无一人的街道，一种灭顶的绝望将她瞬间淹没。就在她急得快要发疯，准备冒着暴雪跑到医院去的时候，一束刺眼的车灯划破了风雪，停在了她的面前。车窗降下，露出了陆景飞那张轮廓分明的焦急的脸。上车！他的声音在风雪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沈燕不知道陆景飞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她也没有时间去想。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拉开车门就坐了进去。车里温暖如春，与车外的冰天雪地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去医院，沈燕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慌而颤抖。我知道。陆景飞的回答异常沉稳。他看了一眼沈燕冻得通红的脸和单薄的外套，二话不说，将自己放在副驾驶上的一件昂贵的羊绒大衣扔到了沈燕的身上，穿上。他的车换了雪地胎，在几乎无人行驶的道路上开得又快又稳。一路上，两人都没有说话，车厢里只有沈燕急促而压抑的呼吸声。陆景飞没有问任何问题，他只是专注地开着车，偶尔会从后视镜里看一眼后座上那个蜷缩成一团、瑟瑟发抖的身影，他的心也跟着揪成了一团。他是在给周曼打电话询问沈燕最近情况时，才得知小韩病危的消息。他立刻就猜到沈燕会不顾一切地冲向医院，便直接开车过来了。当他看到沈燕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，孤零零地站在暴雪里时，他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。他恨不得立刻将那个人拥进怀里，替他挡下所有的风雪。车子终于在医院门口停下，沈燕推开车门就要往里冲，却被陆景飞一把拉住。等等！陆景飞将自己的钱包塞进了沈燕的手里。钱先拿着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你先进去，我停好车就来。沈燕看着手里的钱包，又看了看陆景飞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。快去！陆景飞催促道。沈燕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冲进了医院。陆景飞停好车，也快步跟了进去。他没有去打扰沈燕，只是远远地站在急诊室的长廊尽头，看着那个清瘦的身影在护士站和病房之间来回奔波，看着他焦急地和医生交谈，看着他签下一份又一份的文件。他像一个沉默的、忠诚的守护者，就那么静静地站着，陪着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长廊里的灯光白得刺眼。终于，在凌晨时分，主治医生从急诊室里走了出来，告诉沈燕，小韩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沈燕那根紧绷到极限的弦终于断了，她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，身体一软，顺着墙壁滑坐在了地上。她将脸深深地埋进膝盖里，肩膀开始无法抑制的剧烈的颤抖，压抑了太久的恐惧、担忧和后怕，在这一刻尽数化作了无声的泪水。陆景飞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快步走过去，在沈燕的面前单膝跪了下来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伸出手，将那个哭得像个孩子的颤抖的身体用力的、紧紧的拥进了自己的怀里。没事了，
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，却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。都过去了，有我呢，别怕。沈燕在他的怀里终于放声大哭，她像一个溺水的人，紧紧地抓住这块唯一的浮木，将所有的脆弱和无助都尽情地宣泄出来。陆景飞抱着她，任由她的眼泪浸湿自己的肩头。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背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别怕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沈燕的哭声渐渐停了下来。她从陆景飞的怀里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，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兔子。陆景飞，他看着他，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，谢谢你。这一次的谢谢不再是客气和疏远，他充满了真诚和依赖。陆景飞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软得一塌糊涂。他抬起手，用指腹温柔地擦去他脸颊上残留的泪痕。沈燕，他看着他的眼睛，目光深邃而认真，仿佛要将他的灵魂都吸进去。我做的这一切不是因为同情，也不是因为愧疚。沈燕愣住了，不解地看着他。那是因为什么？陆景飞凝视着他，在医院长廊那片安静的只剩下雪落声的背景里，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句在他心里盘旋了无数个日夜的唯一的答案：因为我喜欢你。